诸位好啊，今天咱们星图天机开讲。你们看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就像咱们常常看到的太极八卦图一样，在一片纯黑的底色里，白色的那一面要是太大了，太满盈了，里头必定会生出一个黑点来。这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阴阳消长。今天我就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这个事儿。咱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是一位惊艳的一个时代的抹灵性国民女神。你看啊，人家18岁高中刚毕业，去街上买个东西，就因为长得太好看，在人群里闪闪发光，一下就被星探给挖走了。一出道演的就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某知名言情教母写的大 IP 电影，一炮而红。紧接着他成了无数少男少女的梦中情人。那个风光啊，那个让人倾慕和追捧的劲儿，普通人做梦都不敢想，对不对？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长得漂亮人出大名，这就是命好，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很多人甚至去整容，去改脸型，求神拜佛地，希望自己能有这样倾国倾城的容貌。但我跟大家讲，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易经里早就讲过了，天道既满，人道既全。你占了天下1等1的容貌，占了1等1的名气，你的其他地方，尤其是感情和婚姻，往往就要出现巨大的亏空。为什么？诸位记住了啊，命运就像一条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看懂这水流的规律。在命理学中，一个人的能量总和是固定的。我们常说红颜薄命，其实不是迷信，而是非常深刻的能量守恒定律。美貌它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外放能量，就像一团火照亮了所有人，但是火烧得太旺，就会把内在的水给熬干了。而在女命的八字格局里，感情婚姻往往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稳定的水性或者土性的能量去承载。这位灵性女神就是典型的例子。她在荧幕上有多风光，在感情世界里就有多坎坷。她当年情窦初开，在剧组里遇上了自己的偶像，一位出身名门、气质极其儒雅的某已婚男星。一个是情窦初开、涉世未深的19岁女孩，一个是风度翩翩却已经有妻有子的大男人。咱们暂且先不从道德层面去批判谁，咱们单纯从命运的轨迹来看。诸位啊，你们要明白，长得极其漂亮的人，他的桃花磁场是常人的1000百倍。普通人遇到一个烂桃花，顶多伤心几个月，但这种绝世美人一旦动了凡心，引来的往往是能把人烧成灰烬的桃花煞。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老祖宗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其实在感情里也是一样，你的心性和定力如果拖不住你那盛大的桃花运，这好运就会变成天大的劫数。这位女神曾回忆说，第一次见到那位男星，她的一辈子就陷下去了，整整20年最美好的青春全耗在了这段见不得光的痴缠里。你想想，一个受万人敬仰的女神，却要背对着大众，偷偷摸摸地跟一个已婚男人耳鬓厮磨，被人家的正房太太跑到剧组里当监工防着，最后甚至身败名裂，被媒体千夫所指，狼狈地逃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躲风头。这叫什么？这就叫太极图里的那个黑点爆发了。外表光鲜亮丽到了极致，内心的痛苦和现实的屈辱也就到了极致。所以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讲，看人看事千万不要只看表面。你羡慕人家开豪车住洋房，
长得跟天仙一样。你不知道人家背地里在深夜里流了多少眼泪，在度什么样的情节。很多人走不出感情的困境，就是因为看不透这个阴阳平衡的道理。你拼命去抓那个原本就不属于你的带着刺的玫瑰，最后扎得满手是血，还怪老天爷不公平。其实老天爷最公平了，他给了你绝顶的容貌和事业，就不会再给你一段顺风顺水、平平淡淡的白头偕老。这个道理啊，不管你是明星大腕，还是咱们平头老百姓，全都是通用的。如果你现在也觉得自己处处不顺，感情里总是遇到烂人，你先别急着哭天抢地，你先静下心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求得太满了，是不是在缘分这件事情上强求了不该强求的因果。好了，咱们先讲到这，把这个天道既满的底层逻辑给大家铺开了。但是逃到美国的女神并没有就此消停，她在最绝望的时候做出了一个普通人最容易犯也最致命的决定，为了躲避痛苦，随便找个备胎嫁了。这位灵性女神在最水灵、最单纯的年纪，一头扎进了一段见不得光的感情里。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重点讲的，很多年轻人在感情里最容易犯糊涂的地方。遇上一个各方面都好，唯独已经结了婚的人，到底是老天爷安排的真爱，还是命里在劫难逃的结束？你看啊，当年的那位男主角，咱们就叫他某儒雅男星吧。这人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一表人才，气质儒雅里面又透着那么一股子男人的刚强。对于一个刚踏入演艺圈才10几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样的成熟男人，那杀伤力简直是毁灭性的。可是诸位，你们要明白一个最致命的前提，在这位女神进剧组的前1年，这位男星就已经跟一位富家千金结了婚，而且连孩子都有了。开始的时候，这男星还克制着，扮演着爱妻顾家的好男人。可一遇上这位光芒万丈的年轻女神，他就把持不住了。同在一个剧组，天天演着那些耳鬓厮磨的情侣戏码，他竟然背对着镜头，悄悄去撩拨一个才19岁的女孩，问人家有没有可能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出游。现在的人啊，看了点言情小说，总觉得这种情不自禁很浪漫，觉得这叫相见恨晚，觉得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我跟大家讲，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在咱们传统的命理学和易经八卦里，这根本不是什么缘分，这叫桃花煞，是来吸你能量回你前程的。易经你早就讲过了，正位很重要。易经家人卦里强调，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什么意思？位置不对，关系不名正言顺，这地基就是歪的，上面盖的楼再华丽，早晚也得塌。诸位记住了啊，怎么分辨正缘和桃花煞？非常简单，正缘是来滋养你的，两个人在一起，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好，你的心态会越来越阳光，你能堂堂正正的拉着他的手走在阳光底下。而桃花煞呢，它是来消耗你的，让你天天提心吊胆，让你失去底线，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最关键的是，这种感情往往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那位原配妻子，人家是富家千金，备受打击，但人家不甘心，本来完美的家庭被破坏了，凭什么吃这个哑巴亏？人家直接跑到剧组去做监工，时时刻刻盯着男星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为了报复，这位原配直接把他们俩的丑闻捅给了各大媒体。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位曾经清纯无瑕的国民女神，一夜之间被打成了第三者，事业直接跌入谷底，名声扫地。
深陷情网的他不堪舆论的重负，狼狈不堪地逃到了美国躲风头，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这就是煞的威力啊！它就像一阵邪风，不仅把你原本的好运势吹得七零八落，还会让你背上沉重的因果业力。你看南星轻飘飘一句“我与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简直恨不相逢未娶时，就把责任推了个干净。可承受身败名裂代价的，却是那个涉世未深的女孩。所以我常常告诫现在的年轻人，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你明知道前面是个漩涡，是一个已经有了家庭的泥潭，你非要往里跳，还美其名曰爱情，这不叫勇敢，这叫无名。这种出场顺序不对的感情，不管披着多么浪漫的外衣，在易经的规律里，它就是大凶。一旦沾染，轻则破财损名，重则影响一生的运势格局。所以诸位千万别去碰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的缘分。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不属于自己的人坚决不去碰，这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之道。那么带着满身情伤逃到美国的女神，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她竟然马上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甚至草率地订了婚。很多人觉得受了情伤，赶紧找个新欢或者赶紧结个婚就好了，这在命理上可是犯了兵家大忌。为什么把婚姻当避风港？结局往往是100%的大凶之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内心全是委屈和绝望。这个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很多追求者，其中有一位，咱们就叫他某 Q 姓影帝吧。这位影帝当年也是红极一时，风流倜傥，而且他跟之前那位儒雅男星不一样。这位影帝为了追求女神，可是下了血本的，他毅然决然地回国，跟自己同为知名女演员的妻子离了婚，然后跑到美国对女神展开了狂热的追求。你看啊，现在的人啊都不懂，很多人觉得受了情伤，最好的疗伤药就是赶紧找个新欢，或者觉得既然你给不了我婚姻，那我就找个愿意娶我的人嫁了，气死你！我跟大家讲，在咱们易经命理中，人在情绪极度低落，带着怨气和不甘的时候去做的任何重大决定，尤其是婚姻决定，10有8九都是大凶之兆。为什么？易经里早就讲过了，这叫饮鸩止渴。易经中有个卦象叫坎为水，坎卦代表什么？代表陷阱，代表深渊，代表重重困难。当你经历情伤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是处在坎卦的能量场里。这个时候你最该做的是什么？是静心，是修养，是等待运势的阴阳交替，让自己慢慢走出这个泥潭。可是这位女神呢，她面对 Q 姓影帝的追求，很快就答应了，甚至决定要订婚。诸位记住了啊，把婚姻当避风港，是你人生能犯的最大的风水禁忌。婚姻在命理上需要的是土的能量，土是厚德载物，是稳定，是包容，是平静。而你带着气愤，带着报复心，带着走投无路的绝望去结婚，那是火候和水的能量是冲撞的，是极度不稳定的。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简直把人性里的贪嗔痴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在决定订婚的前一晚，这位女神的心里还是放不下，她鬼使神差地给远在天边的那位儒雅男星打了个电话。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天要订婚了，你们要明白，
他打这个电话心里是在幻想什么？他是在幻想那个男人会歇斯底里，会痛哭流涕，会大喊：你不要订婚，等我，我马上飞过去找你，对不对？这就是女人在感情里最容易犯的傻，试图用另一个男人的存在去试探，去刺激自己真正爱的那个男人。可是那位儒雅男性是怎么回答的呢？他极为平静冷冷地说了一句：那你定呢？女神不甘心，接着试探：我是个什么借口打电话给你？我说我第二天要订婚了，我想到你会说你什么都不要订，我立刻来找你，谁知道你没什么反应。结果那位男性送给了他一句极其扎心极其恶毒的话：你这个人呢，就是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就是悲剧人生，悲剧人生就是悲剧。诸位啊，听到这句话，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倒吸一口凉气？你看，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女生自己主动把软肋递给了对方，换来的却是迎头痛击。老祖宗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带着这样一种被诅咒的毒气般的心情，女神在第二天跟那位 Q 姓影帝订了婚。大家想想，用怨气、赌气和绝望堆砌起来的婚约，它能长久吗？当然不能。这根本不是因为爱情，这叫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在风水里，新婚或者订婚最讲究的是生气和喜气。你满肚子的怨气和毒气，这等于是在给自己的未来埋雷啊！果不其然，这段婚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强求来的缘分，终究拗不过自己的内心。4年之后，女神还是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单方面解除了婚约。而另一边，那位跟原配纠缠了许久的儒雅男星，也终于在1982年变成了黄金单身汉，绕了一大圈，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2个单身的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哇，太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终于修成正果了。但我跟大家讲，老祖宗的智慧早就看透了这一切。易经里说物极必反，当一段感情纠缠了10几年，耗尽了所有的清白和运气，哪怕最后走到阳光下，它的底色也早就变了。第2年，在朋友的牵线搭桥下，这2人终于复合了。那是女神最风光，也自以为最幸福的日子。她事业蒸蒸日上，日日捏着嘴笑，参加节目满眼都是那个男人。可是诸位，你们猜怎么着？2人复合后又交往了10几年，甚至合作了把女神送上事业巅峰的经典电影，把最深刻的爱恋都演了进去。但是那位儒雅的男星却始终没能对女神说出一句嫁给我吧。一个男人跟你纠缠了将近20年，看你为他身败名裂，看你为他远走他乡，最后终于能在一起了，他却死活不娶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说到，这对苦命鸳鸯终于不用再背负骂名，可以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那段时间，这位灵性女神真的是满眼都是星星，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在参加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看出来她整个人是发光的，满脸写着幸福。可是呢，这世间事啊，真的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那档节目里，同台的还有几位圈内的资深前辈，几位很懂人性的老大哥。他们看着女神那副沉醉的模样，忍不住就提醒她，这个男人真的不是很好啊。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真的一般般。女神当时是什么反应呢？她像个护犊子的小女孩一样，立马反驳，
不是吧？全世界最好的男人，好过你们3个，你们这绝对是妒忌。那几位前辈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笑着说，不是妒忌，绝对是自信，至少他是一个无胆的男人。诸位记住了啊，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的戳中了这段感情的死穴。无胆。我跟大家讲，从命理学和面相学来看，人有1000张面孔，但心性往往是隐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细节里的。这位某儒雅男星，外表看起来温文尔雅，极具书卷气，在影视剧里也总是扮演那种深情款款，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完美男人。但现实中呢，我们用易经的眼光来看，易经里说，干为天，为刚健，坤为地，为柔顺。一个真正的男人，不管他外表多斯文，他的内核必须要有干卦的属性，也就是要有担当，要有决断力，要能在关键时刻扛起事来。可是你回顾一下这位男星的所作所为，当年女神19岁刚入行，他作为一个已婚男人去撩拨人家，这叫有私心无定力。事情败露，原配闹到剧组，女神被万人唾骂，逃到美国。他作为男人挺身而出保护她了吗？没有，他缩回了原配身边，这叫遇事无担当。后来女神赌气要订婚，打电话试探他，他非但没有去挽回，反而冷嘲热讽，说人家是悲剧人生，这叫言语刻薄，缺乏包容。现在2人好不容易能在一起了，女神顶着那么大的压力，把青春全耗在了他身上，前前后后加起来16、17年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图的是什么？图的不就是最终能有一个名分，有一个家吗？但是这位男星经历了之前那段鸡飞狗跳的婚姻束缚后，彻底怂了。他觉得恋爱可以享受你的崇拜和照顾可以，但是结婚不行。他再也不想走入那份需要承担责任的承诺里了。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男人不结婚是受过伤，崇尚自由。我跟大家讲，全是扯淡。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个男人如果享受着一个女人的付出，却迟迟不肯给个交代，那不叫多情，那叫极度自私，叫窃取。他用自己那点虚无缥缈的深情，窃取了女神最宝贵的青春和气运。这种只索取不承担的心性，在命理上就是典型的财多身弱，扛不住官杀。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胆识去承接一代女神的后半生。一直到了1992年，一件突发事件终于让这位女神彻底死了心。当时女神在拍一部非常经典的武侠片《某龙门客栈》时，眼睛受了重伤，差点失明，一个人在香港孤零零的治疗，心里那种恐惧和脆弱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谁？当然是那个交往了10几年的爱人啊。可是那个陪在他身边的根本不是那位儒雅男星，而是一直苦苦追求他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百亿富商，咱们就叫他某邢老板吧。那一刻女神彻底心寒了。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他终于明白，自己用了大半辈子的青春，永远也等不来和那个儒雅男星的一个家。这几十年的痴缠，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编织的一个梦。在这段感情最后的谢幕现场，非常戏剧性。当女神一脸失落、绝望地提出分手时，那位一向高傲的儒雅男星居然伤心地跪在了地上，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诸位啊，你看是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女神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即使曾经的我很爱你，但是我依然要和你分手。斩断了16年的烂桃花。女神在半年之后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娱乐圈都大跌眼镜的决定，她闪婚嫁给了那位给她端茶倒水、极度体贴的百亿富商某邢老板，绝顶美女一代女神下嫁给一个其貌不扬甚至还有点龅牙的二婚富商。当时所有人都说女神肯定是图她的钱。这位灵性女神在病榻前彻底看透了那位儒雅男性的懦弱与自私。半年之后，她转身就嫁给了一直苦苦追求她的那位做服装生意的百亿富商，咱们就叫他某邢老板。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当年可是把所有人都惊掉下巴了。为什么？你想想，一个横扫两岸三地的绝世大美女，最后竟然嫁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甚至还有点龅牙，而且还是二婚带着个女儿的商人。那时候的舆论呢，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大家都指指点点。你看，漂亮女人最后还不是都一样图钱呗？诸位啊，现在的人看问题往往只看表面。你们看这人生的画卷，有时候就像咱们看的那种纯黑底色的高对比度水墨画，白的地方越是惊艳夺目，黑的地方就越是深沉厚重。外人看这两人站在一起，视觉反差极大，觉得完全不般配。但我跟大家讲，从咱们易经命理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最高级别的五行互补。咱们先来看看女神当时缺什么？她缺钱吗？她早就大红大紫了，根本不差钱。她缺的是土的能量，经历了整整20年的感情厮杀，被人骂过，被流放过，被辜负过。她命局里的那点安全感早就被消耗得一干二净了。她就像一只在狂风暴雨里飞了太久的鸟，急需一块厚实稳定，哪怕看起来没那么漂亮的土地来降落。而这位邢老板恰恰就具备这种极其厚重的土性。你看他是怎么追女神的？女神在上海拍戏受伤，孤零零一个人，儒雅男性，连个人影都没有。而这位邢老板呢，直接从香港打包了热乎乎的饭菜，打飞的送到上海，亲自端到女神床前，各种鲜花、定制礼服，只要女神想要的，他应有尽有。诸位记住了啊，男人嘴上说10000句我爱你，不如生病时端来的一碗热汤。这种无微不至的体贴和落地执行力，在八字里就是强大的正印和厚土的力量，它能死死地拖住女神那颗漂泊破碎的心。而且咱们再从邢老板的角度看，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前妻是某位知名名媛，那位前妻是个极其精致、事业心极强的女强人。可是邢老板骨子里是个传统男人，他想要的是一个听话顾家，能为他洗手做羹汤的妻子。两人因为理念不合，孩子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你看，这就是命运的齿轮对上号了。此时的邢老板需要一个安稳的太太，而此时的女神早就厌倦了娱乐圈的刀光剑影，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洗尽铅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在风水里叫什么？叫气场相合，各取所需。所以两人的结合绝不仅仅是外界俗人眼里的财色交易，他们的婚礼那可是极尽奢华，顶级的礼服，铺天盖地的香槟色玫瑰，甚至连喜帖都是专门请了咱们中国某位武侠小说泰斗亲笔题写的。邢老板用尽了全天下的牌面，给了女神最大的体面。更神奇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结婚以后，很多人以为女神就是去当阔太太享清福了。错，
我跟大家讲，女神的命格不仅极美，而且极具旺夫运。大婚之后，女神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几乎成了邢老板那个某块时尚服装品牌的半个免费代言人。每次品牌有活动，女神必定盛装出席站台。大家想啊，有了这种顶级国民女神的加持，邢老板的生意能不好吗？短短几年时间，邢老板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后来直接成功上市，市值一度飙升到了1800个亿，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服装巨头之一。后来老板更是高位套现200多亿，直接辞掉了公司的管理职位，回家专心陪老婆孩子。所以你们看，一段好的姻缘，一段真正的正缘，它一定是互相成就、互相抬升的。不仅邢老板给了女神一个家，女神也把丈夫的事业推向了不可思议的巅峰。为了表达对女神的爱，邢老板给他们生下的2个女儿取名叫什么？一个叫抹爱玲，一个叫抹妍爱。等女神60岁生日的时候，邢老板更是豪掷了16个亿，在半山腰给女神盖了一座像皇宫一样的超级豪宅，作为生日礼物。听到这儿，诸位是不是觉得哇，这简直就是童话故事最完美的结局了？女神历经沧桑，终于找到了终身停靠的港湾，以后就在这16亿的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对不对？可是易经里早就写透了人间的规律，易经里最可怕的4个字叫盈满则亏。当一切都完美到了极点，月亮圆到了极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众人都以为女神生活美满的时候，2018年一颗超级炸弹突然引爆娱乐圈。64岁的女神突然传出结束了24年的豪门婚姻，拿了20亿分手费走人，而且坊间还传出这位一直以爱妻号示人的邢老板竟然在老家有个私生子。我的天哪，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因果的轮回？1800亿的商业帝国，为什么留不住这24年的婚姻？邢老板豪掷16个亿，给这位灵性女神盖了一座超级皇宫，做60岁大寿的礼物。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女人真的是命太好了，这辈子算是彻底安稳了。可是诸位记住了啊，在咱们易经的64卦里，最凶险的往往不是那些看起来就很糟糕的卦象，而是乾卦的最后一爻，叫亢龙有悔。什么意思呢？就是飞得太高的龙必定会有懊悔的时候。任何事情好到了极点，满到了极点，就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叫盈满则亏。果不其然，就在2018年，一则消息直接冲上了某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首，把所有人都给炸懵了。64岁的女神竟然结束了长达24年的豪门婚姻，拿了20个亿的分手费，直接走人了。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猛料就被知情人士给爆了出来。原来这位一直把爱妻人设挂在嘴边的邢老板，在外头早就有了新欢，而且最致命的是，他还弄出了一个私生子。据邢老板老家的人爆料，人家邢老板可是一点都不避讳，他在老家捐了钱，大张旗鼓地修了族谱。很多年前回老家的时候，就已经带着那个私生子去祭祖了。这个消息一出来，网上的网友们都炸锅了，纷纷感慨，哎呀，女神好惨啊，全世界都知道她老公在外头有外遇，有私生子，她这大半辈子算是白瞎了。诸位啊，你看是不是很扎心？咱们今天不痛骂渣男，咱们从命理和风水的底层逻辑来扒一扒这1800亿的商业帝国。这24年的恩爱，为什么就是留不住呢？我跟大家讲，
你得看透人性里的那个贪字。在传统的风水命理里，尤其是在那些豪门大家族里，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宗庙之气，是香火传承。邢老板打下了这么大的江山，市值干到了上千亿，在俗人的眼里，这等于是打下了一个江山。你让他把这江山全交给女儿，他心里那个传统小男人的封建思想就压不住了。女神给他生了2个女儿，加上前妻生的大女儿，一共3个闺女。对邢老板来说，财富到了极点，事业到了极点，他的阳气太盛了，他就极度渴望生个儿子来平衡，来继承他的香火。这就是人性了。当年他追求女神的时候，他需要女神的名气来帮他开疆拓土。现在江山稳固了，他就开始去别的地方寻找他命局里缺的那一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你把婚姻当成避风港，有一天这个港湾的潮水退了，你就会搁浅在沙滩上。但是诸位，你们觉得女神惨吗？你们觉得她是当年那个因为感情受挫就狼狈逃到美国的脆弱小女孩吗？大错特错。你们看女神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没有跑到某官方媒体上去撕逼，也没有去争什么财产控制权。她极其冷静，极其体面地拿了那20个亿的赡养费，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了这座她住了半辈子的皇宫。为什么她能这么洒脱？我告诉大家，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命运觉醒。24年前，他带着满身的伤痕，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鸟，急需邢老板这块厚土来给他疗伤。这24年里，他在这个安稳的环境里生儿育女，写书、画画、修行。他命局里原本因为桃花煞被消耗掉的能量，早就在这24年里被一点一点的补齐了。现在的他内心已经圆满了，能量已经具足了。他不需要再去依附任何一个男人，不需要再用一段婚姻来证明自己有人爱。那个16亿的皇宫，在他眼里不过是个金丝雀的笼子。当这个笼子里出现了他无法忍受的脏东西时，他完全有底气，有能力一脚踢开这个笼子，展翅高飞。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们要明白，强求的富贵终究留不住。命运给你安排的每一段经历，不管是那个让你伤痕累累的儒雅男星，还是这个给了你安稳，最后又背叛你的豪门老板，他们都只是你人生修行路上的过客。你来这个世界走一遭，不是为了嫁个好男人，也不是为了当个阔太太，你是为了修你自己。那么话说到这，很多人就要问了，老师，那像我们这样普通的平头老百姓，没人家长得漂亮，也没人家有钱，我们该怎么避开这些烂桃花？该怎么在这坎坷的命运里打出一手王炸呢？咱们把这位某灵性女神的大半生给盘了一遍。你们看，老天爷给了她常人无法企及的美貌和名气，但也给了她常人难以忍受的情伤和波折。从18岁误入歧途的桃花煞，到赌气订婚的大凶之兆，再到苦等16年换不来一句承诺的绝望，最后是24年豪门梦碎。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这命运太可怕了，像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人给罩得死死的。有人就问我了，哎呀，人家大明星有钱有颜都过得这么难，那咱们普通人没钱没势的长相也一般，要是遇上这些烂桃花烂摊子，咱们该怎么破局呢？难道只能认命吗？我跟大家讲，绝不认命。易经里有一句话叫生生之谓易，什么意思？
就是这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寻找生机。老天爷绝不会把所有的路都给你堵死，他一定会留给你一线生机。而这改命的秘诀根本不在于你长得多好看，也不在于你能不能嫁个100亿富商，更不在于你去求神拜佛。这真正的王炸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今天我就把这压箱底的实操救赎之法掰开揉碎的教给你们，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这可是能让你和家人的运势立马翻盘的保姆级干货。第一个改命秘诀，我称之为截断负面气场的呼吸法。诸位啊，你们回想一下，女神当年赌气跟人订婚的时候，是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人在愤怒、绝望、怨恨的时候，身上散发出来的全是极度消耗人的煞气。这个时候你做的任何决定100%是错的。所以在道家的修为里，最讲究的是什么？是留白，是停顿。你看咱们人在说话交流的时候，句子跟句子之间，哪怕再着急，是不是也得留个几百毫秒的换气口？你要是连轴转，一刻不停，听着都憋得慌，人也会窒息，对不对？人生更是这样。诸位记住了啊，当你遇到一个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烂桃花时，当你在工作生活中火冒三丈，想要脱口而出伤人的话时，或者当你走投无路，想要随便找个人嫁了凑合过的时候，停下来，强制自己停下来，哪怕就给自己留个短暂的停顿，闭上眼睛，深呼吸，你把那股冲撞的邪火给它压下去，把那股怨气给它吐出去。就在这短短的停顿里，你就截断了负面能量的循环，这就叫悬崖勒马。你只要稳住了心神，不去做那个冲动的决定，你就已经避开了命运里最大的那一个坑。第二个改命秘诀，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最顶级的风水局，叫大道至简，黑白分明。现在很多人总觉得风水就是要花大价钱，去请一堆花里胡哨的招财猫、金蟾蜍摆在家里。我跟大家讲，那是瞎胡闹，那叫杂气。你们知道天地间最正、最强、最有底蕴的能量是什么吗？你们看看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太极八卦图，那是纯粹的黑白明暗对比，没有乱七八糟的杂色。最好的风水往往是最极简的。你们想改运，先去看看你们的家，你们的卧室是不是堆满了没用的杂物？是不是衣柜里塞满了3年都没穿过的破衣服？是不是手机里存着几百个根本不联系，甚至只会消耗你的酒肉朋友？诸位啊，听我一句劝，赶紧去大扫除，把那些没用的东西通通扔掉，把那些只会带给你痛苦的烂人通通拉黑，让你的生活环境回归到那种极简的状态，就像一张上好的宣纸，清清爽爽，就像一幅纯粹的水墨画，没有杂色，只有清晰的明暗和纹理。在感情上更是如此，必须做到黑白分明。是你的，你堂堂正正地去爱；不是你的，哪怕他条件再好，长得再帅，嘴巴再甜，你也要像太极图里那条清晰的黑白分界线一样，一刀两断，绝不含糊。只要你的底色干净了、纯粹了，那些好运气、好贵人，自然而然就会被你这股清朗的气场吸引过来。这才是最狠的风水调理，懂了吗？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有些朋友听故事听得挺热闹，但是这转头可能就给忘了。我啊，今天就像个操心的家长一样，我在最后啰嗦一遍，这可是老祖宗几千年总结出来的智慧，不是我瞎说的。这几个命理真相和风水禁忌，你们打死都别犯。第一，天道既满，盈满则亏。别去羡慕别人有多风光，
也别总抱怨自己啥都没有。你长得没那么绝顶漂亮，也许老天爷就是想保你个婚姻平顺，你没赚到那几百亿的身家，也许就是老天爷在保佑你一家人没病没灾。接受自己的平凡就是最大的福报，千万别去强求那些你不该得的东西。第二，出场顺序不对的感情绝对不要碰，别听那些烂人给你画大饼，什么相见恨晚，什么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只要人家还没离婚，只要人家给不了你堂堂正正的名分，这就叫桃花煞，沾上了就是要破财损名的，赶紧跑，头都别回。第三，绝对不能把婚姻当成避风港，带着怨气、赌气去结婚，或者为了找张长期饭票去下嫁，这在命理上是大凶之兆。男人靠不住，豪门也靠不住，那个1800亿的商业帝国照样会冒出个私生子。你唯一能靠的只有你自己内心修来的那份安宁。第四，清理圈子，大道至简，把生活里那些杂乱的人和事清出去。深呼吸，慢下来，给自己的人生留一点停顿和留白。心静了，风水自然就转过来了。诸位啊，这几条你们必须给我死死的刻在脑子里。今天咱们这堂课讲到这里，我其实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我最想说的是，不管易经怎么算，八字怎么排，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这俩字，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就是你的修为。你看看那位灵性女神，前半生被命运反复按在地上摩擦，可她到了晚年不争不抢，修心养性，最后体面的拿钱走人，把烂牌打成了王炸。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他的心境变了，他的修为提上去了。所以诸位啊，咱们学命理听易经，不是为了让你去算计别人，不是为了让你去怨天尤人，而是为了让你认清因果，修好自己。今天你在这个视频里，你听懂了这些道理，你觉悟了，你避开了那些可能毁你一生的坑，那你能不能把这份善念也传递出去呢？我常说，一个人改变了，就能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改变了，就能影响一个家族的运势。你身边的亲戚，你的好闺蜜，你的兄弟朋友，是不是也有人正陷在烂桃花里出不来？是不是也有人正因为生活的不顺而怨天尤人？去吧，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他们。你不仅是在分享一个故事，你更是在给他们递一把救命的梯子啊！你告诉他们古人的这些大智慧，拉他们一把。你的这一次转发，可能就真的点醒了谁，可能就救了某个人一生的命运。你帮了别人，天地间的正气就会回馈到你的身上。这就是你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累的无量功德啊！诸位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已经把心窝子都掏给你们了。如果今天咱们星图天机讲的这些道理真的触动了你，真的对你有那么哪怕一点点的帮助，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关注我。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里留下你自己的感悟，哪怕你只写一句放下执念，顺其自然，或者写下一句为你自己和家人的祈福。为什么我要让大家写下来？因为咱们几万几十万人在这个评论区里互动，每一条正能量的留言都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的能量磁场。大家在这个磁场里互相加持，互相祝福，咱们的共同能量就会越来越强。来，留下你的愿力，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顺应易经的大道去生活，看看你的运势，你的家庭会不会因此而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是星图天机，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诸位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福生无量。